今天给大家讲一起真实的怪异事件。2010年6月25日，一家名为 菲斯的酒店于北京最繁华的三里屯附近工体南路悄然营业。这是一家主打异域风情的客栈，这种东南亚风格装饰的饭店现在随处可见，并不稀奇。可随着这家酒店营业后网友们的入住，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声称在里面遭遇了一系列怪异事件，甚至后来传出里面养小鬼、出现婴儿的尸体、老板被警察带走等传闻。我们先从这家酒店令人难以解释的装饰说起，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前面的照片都是酒店官方的宣传照，而以下是网友入住后拍摄的照片，可以说风格十分诡异，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看，房间中一些装饰壁画都非常阴森，甚至是阴间，尤其是在后半夜匆匆办理入住、开卡进入房间以后，都会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压迫感。深夜起来打开灯上厕所，也会深深被这些装饰品给吓到。还有网友表示，酒店房间中的镜子多数朝着床，这在民俗说法中是非常忌讳的。酒店走廊在夜晚看去，许多人说像是黄泉路，或者是古代的殡葬墓道。更为可怕的是，这家客栈16个房间中，还有一个是专门给男女准备的情侣套房。情侣套房应该比较温馨浪漫吧？不，请看这间情侣房中挂着一幅非常可怕的油画，看起来是民国时期人家在举行婚礼，但无论是光影还是画中人的表情都非常诡异，像是在想着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没有想起那些年配阴婚的老照片？看到这里，大家会想，一个开在北京最繁华地段的客栈，为什么装饰得如此诡异？用酒店官方自己的说法是，我们这是印度、印尼、巴厘岛等独特的东南亚文化氛围，为客人营造一个有亲和力的温馨优雅的舒适住处，营造异域风情啊，也许说得通。可是看过这些照片之后，我们大家应该都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人猜测，这种设计是有人故意在做招魂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果然，里面不太平。我们来看一下游客们的回忆。说到游客呀，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们举家出去玩去了。因为跟家人出去玩能方便点，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呀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啊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2015年6月12日，一位天涯网友讲述了自己2个月前在北京菲斯酒店入住后的奇怪经历。当时她和男朋友准备去韩国旅行，打算先在北京逛2天，于是选择了这家特色客栈。楼主回忆说，都怪自己当时太急啊，没在网上好好看酒店内部的图片，结果入住之后她就疯了。当晚8点，楼主和男友入住酒店，进门后发现里面摆着许多神像，居然还有清朝人的画像。楼主和男友害怕极了。当然，楼主当时不敢拍照片，现在这些照片啊都是后来我们网上找到的酒店官方宣传照。前台接待的态度很不好。坐电梯上楼，楼主和男友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感觉背后阴风阵阵。电梯开门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2人被吓得尖叫一声，2个眼珠子都快鼓出来的诡异佛像正对着电梯门，这是什么装饰？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随后楼主发现自己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更让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长久以来有种迷信说法，说酒店最里面的房间啊容易闹鬼。楼主说，开门之后里面吹来一股阴风。进屋后，楼主和男友发现床头挂着一张巨幅清朝女人的画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眼睛都好像在盯着我。进入卫生间，楼主发现厕所的镜子正对着床，楼主浑身发冷。此时房门突然发出了声响，感觉被人推了几下，带到了门链子的声音。男友问了句，谁呀？没有回答。过去把门打开，发现走廊根本没有人。
此时有评论区网友表示，这家的布局啊，应该是老板在养小鬼。按照迷信的说法，客房就相当于器皿，吸纳客人们的阳气，喂养小鬼用。还有网友评论说，房间里挂1:1的人像确实太吓人了。后来男友也感到害怕了，和酒店沟通换了一间房。如图所示，这间房里的雕像依旧非常可怕。可楼主说，好在至少床头的画像不再盯着我们看了，那晚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再发生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网友是白粥说道，中国的说法是镜子不能对着床，窗户不能对着床，厕所更不能对着床。看图片，这家酒店的布局完全是反着来的，感觉就是有意为之。有网友怀疑，楼主你是在给这家酒店打广告吗？我的天哪，你要说这是鬼屋或者剧本杀的广告，我倒愿意相信。网友猫咪姐姐发来2张图片，这是她在南浔古镇住过的客栈，同样非常诡异，布置的像灵堂。确实比较吓人。网友金水水晶发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跟帖，他在之前的照片中突然圈出了一个人影，这是酒店当年自己拍摄的宣传图。放大看，有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疑似戴清朝官帽的男人。仔细看，如果脑补一下，确实有些像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还有网友回忆说，自己曾在四川南充某酒店洗澡时感觉不对劲，一回头看见窗帘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人影，一种类似蜘蛛侠一样的怪异身姿。楼主破口大骂，一眨眼影子就不见了。快速洗漱完后回房间穿衣服，又听到浴室里有人翻东西的声音，楼主提包就跑。路过浴室，发现里面的洗漱用品都被翻得很乱，他朝里面吐了一口水，到前台大骂你们太缺德了。没想到经理主动赔偿了2000元，并且请求不要将此事传播出去。我们来看一下菲斯酒店的后续。慢慢的，很多去过的游客都表示在里面非常害怕，并且有人能听到孩子的哭声。网上查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说这家酒店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养小鬼聚财，有人报了警。后来呢，酒店后面的后院里埋着几具小孩的尸体被发现了，最后酒店被查封了，老板被拘了，就没有后续了。还有人说这家老板因为养小鬼被反噬了，整个人的面相都变了。当然这个说法太过夸张，我也没能查到任何官方的通报，也没能找到所谓老板的面相的照片，所以还是不足为信吧。不过这家酒店确实在2017年左右关门倒闭了，具体原因未知。2018年这里又开启了一座新的酒店，我查了一下，风格正常多了。菲斯客栈的故事也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了，只留下当年那些照片，留给我们无尽的恐惧与遐想。最后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当年菲斯酒店营业时的广告词：城市中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着实令人惊喜。酒店从进门开始便不断在视觉感官上冲击着一波波的喜悦，从装饰到颜色到家具都透露着老板的品味，但又低调时尚。10步走在长廊上，很短一瞬间让自己误以为在印尼或泰国的某个小岛上。房间的格调也非常爱不释手，那没事儿了。2013年，一位天涯网友讲述了一件开车时遭遇的恐怖怪事。事情发生在00几年的北京，楼主和几位朋友策划了很久，想去野外烧烤，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所以一直未能如愿。终于，朋友 A 在北京郊区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烧烤的世外桃源。那边没什么人，风景很美，还有一小片湖水，有茂密的树林，有花和草。在北京找这样一个未开发的地方很不容易。朋友用导航记下了那个位置，赶快通知了楼主和其他几位朋友有男有女，大家约好了周末中午去烧烤。可是到了当天，有几个同一家单位的朋友临时公司加班，要下午才能结束，所以大家决定改计划为晚上去烧烤。等我们开车到达烧烤地点时，已经快5点了。楼主一边烤一边问 A： 你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地儿的？A 说，那天是公司的业务，要开车来这边找一位艺术家。那艺术家把他工作室开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就无意间发现了这里。楼主说，我们一共开了3台车， A 开了1台，我自己开了1台，
还有一台是那几个在公司加班的朋友，有男有女。这个地点啊非常难找，要在大路上走，找一个很小的柏油路啊，两边都是浓密的树。这条柏油路啊是蛇形的，要过很多弯，开10几分钟之后，还要再拐到一条更小的，仅能通过1辆车的土路。这土路又很不平，开了一阵之后才到达我们这个烧烤圣地。可以说啊，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大家一边吃烤肉一边闲聊，天逐渐黑了下来。其中有一个女同事开玩笑说：“咱们烤肉这么香，不会吸引来什么野兽吧？这荒郊野岭的。”大家哈哈一笑，可没想到不一会儿，真的从树丛里钻出了一条野狗。狗身上很脏，眼神很恶毒，显然是被我们的烤肉香味吸引过来的。可它很害怕，没有靠近我们，只是远远地盯了我们一会儿就走了。天彻底黑了，我们也都吃饱了，蚊子变得越来越凶。我们把所有的车大灯打开，收拾装备，准备撤退。可真正的怪事要开始了，因为怕费电嘛，大灯不敢开太久。收拾完之后赶快关灯，可大灯一关，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这么黑。知了的叫声突然震耳欲聋，在林子里发出了很大的共鸣，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往我们身上乱撞，周围的树影很奇怪，被微弱的月光映成了灰色，而那一小片湖水现在是黑色的。女孩子们心里发毛，我们赶紧各自坐自己的车准备出发。3辆车依次前进，因为楼主啊不认路，他被安排在最后一辆，跟着 A 的车。A 的车里啊坐了5个人，有男有女。这会儿啊大概是晚上10点40左右，楼主跟在 A 的车后面，在小土路上开了很久，终于到了柏油路。突然前面一个转弯， A 的车先过去了，楼主的车随后转了过去，然后继续开了许久。楼主突然背后一凉，他发现我已经开了很久了。远处 A 的车一直跟我保持着相同的车距，匀速行驶，走了好久。这条路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这么长啊，按时间算，我们早该开到大路上了。楼主踩一脚油，想离 A 的车近一点，可此时他发现他听到了油门的轰鸣，但和前面 A 车的距离一点没有减少。难道 A 和我同时踩了油门，而且是一样的力度和速度？瞬间楼主觉得很蹊跷，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楼主想给 A 车打电话，但又怕他们嘲笑自己胆小，于是强忍着又跟着他开了一会儿。可是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刚才说了啊，A 的车里一共有5个人，3男2女，大家都很熟悉。刚出发那会儿啊，楼主通过前车的后车窗能看见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的轮廓。他们在车里有说有笑的，动作幅度很大，让我很安心。可是楼主说，我突然发现此刻前面车里那5个人的影子已经好久没有动过了。那5个人啊就像石头雕像一样，直直地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不像5个活人坐在车里。车继续开，我们继续保持着一样的车速，一样的距离。楼主加速，他也瞬间加速；楼主慢，他也慢，就非常奇怪。楼主万不得已拿出手机给 A 拨打过去，想听听他的声音，让自己安心点。嘟嘟2声之后显示接通了。楼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车，发现前车驾驶位上那个人根本没有拿手机接听的动作。楼主赶忙说：“喂。”可电话那头没有声音，静得出奇。楼主赶快又喂了2声，电话那边突然传来刺耳的电流声，就像收音机调台调不到乱转的那个声音。楼主又挂断，再打一次，还是一样。楼主瞄了一眼信号，满格呀，这不是信号的问题。按理说开了这么久，早就该上大路了，可竟然还在这柏油马路上。路的两边还是密密麻麻黑黑的树，一点要到大路的迹象都没有。楼主想，既然打不通电话，就发短信吧。于是踩了一脚刹车，停了下来，在自定义短信库里赶紧随手选了一条，请尽快给我回电话给 A 发了过去。发完短信，楼主一抬眼，头皮差点炸了。他发现 A 的车就在前面一动不动，也停了下来，还是跟我保持着跟刚才同样的车距。这个车距啊，就是那种刚刚能让我分辨出车牌上数字
的这个距离。A 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楼主从后车窗上看去，车里的那5个人影依旧一动不动的样子。楼主说，如果我大胆一点，此刻应该下车去敲敲他的车窗，问问怎么回事啊。可多年看鬼片的经验告诉我，死也不能开锁下车。现在车是我唯一的安全屋了。此刻楼主多希望前车的几个朋友能主动下车过来安慰自己，证明这是一场误会。可前面车里那几个人依旧一动不动。楼主抬手把车里的收音机打开，想听听人类的声音，可收音机一打开，居然发出了和手机中同样的电流声，愈加刺耳和恐怖。楼主赶紧调台，发现平时听的什么88.7、97.4、103.9什么的，无论怎么调，永远都是这刺耳的电流声。此时楼主终于明白了，自己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前面车里的那几个人，还有那辆车，根本不是自己的朋友。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鸣笛。他把手放在方向盘的喇叭上，死命地按下去。巨大的喇叭声划破了夜空。这要是在市区，你这么按住不松手啊，一定会被人打的。可是没想到，这么巨大的喇叭声一直响着，前面车里的那几个人影居然依旧一动不动，毫无波澜。楼主一边按喇叭，一边用大灯晃。没用，黔驴技穷，恐怖到顶点了。楼主横下一条心，踩一脚油门，猛扎过去，趁对方不注意超车逃离。紧接着，楼主踩了一脚油，车子瞬间启动，向前挪了一大步。可万没想到，楼主起速的一瞬间，前面那辆车也同样的速度跟他窜了出去，还是保持着相同的车距继续前进，就好像前面那个车是他的影子一样，影子们你永远追不上，也永远踩不到他。楼主急疯了，他此刻甚至不自觉地用余光看副驾驶和后排，生怕自己后座上突然出现什么可怕的东西。楼主知道自己遇到鬼打墙了。此时他又开始担心 A 他们几个了，他们会不会也遭遇了同样恐怖的事情，走不出去了？楼主又做了几次实验，发现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就是这个速度，你完全没有超车的可能。此时时间显示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楼主又掏手机给 A 车里的另一个女孩打电话，和刚才一样显示有人接通，但依旧是电流声，而且前面车里的女性影子依旧一动不动。此时楼主心里又心生一计，因为这条柏油马路嘛，经常有转弯嘛，大家都知道，前车先转，我后转。那么前车转弯过去的一瞬间，我还没转过去呢，这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他的。楼主心想，能不能一会儿有转弯的时候，前车先过去，我瞬间停车，在这个他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他的当口，我瞬间倒档撤退，他不会也跟着我一起回来吧？楼主正在盘算着，可此时头顶的天窗突然自己打开了，一股热浪从外面涌了进来。楼主买车至今，这天窗还从未无缘无故自己打开过。楼主此时闻到了车里的烤肉味，就是刚才烤剩下的一些海鲜和肉类还在自己后座上的塑料袋里放着。楼主心想，不会是什么孤魂野鬼饿了盯上我的烤肉了吧？于是他想也不想，顾不得什么公德道德了，他抄起后座上一塑料袋的烤肉，顺着天窗全扔了出去，就当给这些孤魂野鬼的礼物了。扔完烤肉后楼主把天窗关上，继续跟着前车无奈的行驶。终于前面有转弯处了，楼主准备执行刚才的计划。就在前车先转过弯去，消失在视野中的一瞬间，楼主瞬间挂倒档倒车，可没到几米，砰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声吼叫的声音。楼主心想，要不要下去看看？此时他发现前车并没有倒回来跟着自己，他说不清是松了一口气了，还是更紧张了。楼主下车查看，发现自己撞死了一只狗，好像就是刚才烧烤时出现的那条野狗，已经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楼主立刻上车向前继续开，他期盼一会儿转过弯去，那辆跟着他的车已经不见了。没想到转过弯去之后，发现那辆车真的不见了。楼主就这样又开了10多分钟，终于到了早就该出现的大路小路的交汇处了。楼主终于上到了大路，终于到了有路灯的地方。他加快油门往前走，心想是不是已经从鬼门关走出来了。开了不一会儿，他看见 A 的车正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楼主一瞬间条件反射般的害怕，不过他仔细一看，车里面的人还在交谈，是活人，而且 A 还在路边抽烟呢。
他明白了，这次啊真的是 A 的车，不是刚刚那个只有影子的家伙了。A 看到楼主过来，像看到亲人一样问他：“你干嘛去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你不是在后面跟着我们吗？怎么不见了？”楼主也瞬间哭了出来，讲了刚才的全部经历，并且问 A：“ 你这边是什么情况啊？”原来A 说：“我们一开始啊开着车有说有笑，没太在意你有没有在后面跟紧，开着开着发现你的车不见了。我们以为你没跟上呢，就原地等，可等了10几分钟，你还是没有出现。我们害怕了，以为你迷路了，就掉头往回开，去了刚刚烧烤那个场地，可是连你的影子都没看到。给你打电话，只听到哔的一声，电话里就出现收音机的那种电流声，打了几次都是这样。楼主急忙问 A：“ 我给你发短信，你收到了吗？” A 打开手机，居然只收到了一条彩信。里面的内容是一张纯黑色的照片。楼主 A 还有朋友们确信，楼主刚刚啊真的是误入了另一个世界。幸好他从里面走了出来，回到了现实中。A 啊最后给楼主分析说，你只有3个可能：第一，你遇到了恶鬼，靠着窗外你扔烤肉让他们放过来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条狗啊是一只邪狗，你把它撞死了，它困住你的这个法力就破了，所以你看不到前面的鬼车了，就回到了现实当中。当然还有第3条啊，就那狗啊是个好狗，它是无辜的，它是被你的烤肉所吸引的，一直跟着你，你开车不小心把它给撞死了。恰好民间迷信的说法说狗血能辟邪，这个狗啊满地是血，它的死啊误打误撞帮你把这个鬼打墙给破了，救了你。以上啊就是天下楼主20年前在北京开车时和朋友们烧烤遭遇的鬼打墙事件。楼主说这辈子啊再也不晚上出去烧烤。谢谢大家，我是邓肯，今天关于车的2个故事讲完了，咱们下期见。一位女性天涯网友发帖求助，讲述了一个自己前段时间购买2手房后遭遇的一系列离奇恐怖经历。楼主说，去年底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从老家搬到了 F 城，在中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套非常老而且又脏又旧的房子，并且低价买下搬入。如图中大家看到的这样，前任房主留下了许多老玩意儿，有许多古董、老式缝纫机、油灯、猎枪模型、一大串葫芦等等等，居然还有活物，有2只鸟以及许多植物。楼主觉得这样探索新家很有趣，就像是偷窥，可以在清理房间的时候了解之前的陌生人的故事。不久后，楼主说，我在房子中独处的时候，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慢慢的，楼主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合理。前任房主才40岁，为什么这栋房子就不要了？打开衣柜，他所有的衣服都在里面，就像突然间有什么事匆忙搬离一样。楼主调侃道：“难不成房子闹鬼吗？”楼主开始收拾房子，把之前房主留下的洗漱用品、餐具全部扔掉，有几件皮衣，联系了2手回收的人员，卖了300多块钱。收拾的饿了，准备订外卖，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楼主打电话订餐，给外卖的人说了地址，可对方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住处，楼主只好下楼去接。回来的时候，楼主碰见了隔壁的邻居，是个小帅哥，点头并向他问好，可对方却异常冷漠，看了楼主一眼就直接进屋。下楼走了好远才联系到送外卖的。楼主对送外卖的说：“这个老楼对面有个海鲜馆，你怎么就找不到呢？”没想到对方说：“我知道有海鲜馆啊，可是那边都改建了，怎么还会有老楼呢？”听外卖小哥这么一说，楼主有点害怕。楼主说自己是个敏感的人，喜欢瞎想，自己住的会不会是鬼宅啊？联想到外卖员的话以及诡异的邻居。夜晚，楼主决定打开微信附近的人，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愿意回复自己。我们看，这是楼主加的第1个陌生人。您好，在吗？想和您打听个事儿。对方回复说：“你说吧。”楼主问：“你知道鱼满芳香对面的老楼吗？”对方说：“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楼主赶快又问了第2个人：“您知道鱼满芳香对面那个老楼吗？”没想到对方说：“知道鱼满芳香，对面没注意过，那边有老楼吗？”楼主随后又问了几个附近的人，对方都说完全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老楼。这晚屋子里灯光很暗，还有一股烧香的味道。慢慢的，楼主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没想到鬼压床了。鬼压床出现后，楼主感到从左脚开始发凉，就像踩在冰上一样，冷的刺痛。突然好像有一张脸紧贴着我，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听见一个声音说：“好冷啊！”
我只是路过歇歇脚。冷啊！楼主说，经过一天的折磨，我确信这个宅子有问题。我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我带朋友找个大师登门给你看看吧，不过要休息日人家才有空，你先忍2天。之后的一天，楼主还会夜里做噩梦，梦见自己飘到天花板上，看见天花板上有水渍。惊醒后，楼主发现天花板上确实有水渍，和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熬到了周末，妈妈和朋友带我开车去郊区见大师，他们这边跟这种大师叫查事儿的。路上阿姨还说自己女儿98年的时候去海边玩，被脏东西缠上了，是这个查事儿的大师给弄好了。阿姨还嘱咐我说，如果大师说处理不了，就赶紧把那破房子卖了吧。目的地到了，在一个居民楼里见到大师，大师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楼主说除了偶尔头痛都挺好，并且递上了手机给大师看家中这些照片。大师看后说，这房子确实不太普通，从照片看他完全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这点就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他家挂了很多葫芦，葫芦过多应该是为了辟邪。大师决定亲自去房子看看。来到我家，刚一进门，大师就的乱叫，好像是在吓唬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接了一盆水放在客厅，将水泼在了门上。过一会儿，大师转头对楼主说，你这房子没什么大事儿，不过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总之能搬则搬，至少现在你还和我们一样是正常人。听了大师这话，楼主十分害怕。什么叫我现在是正常人？难道我以后会不正常？送走大师之后，楼主再次在房间里闻到了香火味儿，循着味道寻找，在书房里，楼主掀开了一个绒布，里面的东西吓了他一跳。房子里竟然有这么大一台香火，上面没有任何供奉的主，只有满满的香火。楼主懵了，随后楼主想到原房主留下的2只鸟整天乱叫也很吓人，于是决定先把它俩卖掉。第2天一早，楼主来到花鸟鱼市，站了很久也没人搭理，直到一位大爷出现，把鸟送给大爷，总算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因为昨晚没做噩梦，楼主觉得可能和昨天大师来过有关，稍稍松了一口气，觉得一切在往好了发展。随后，楼主在家中一番收拾，清理掉了所有报刊杂志，把那些葫芦也收了起来。但是楼主也收拾出一些不认识的东西，如图中大家看到的。楼主在天涯求助网友，不知道有人认识这玩意儿是什么。随后，楼主说在收拾抽屉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笔记本，是前任房主的日记，能感觉到是个古怪的人，胡言乱语，估计文化水平也不高。我来带大家最快速度看一下里面的内容。2010年8月19日，今日又下雨了，喝了一碗红豆粥，生活还是一样。过一阵儿，怕是香火钱都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能做什么？再也不能去找他了。前2天还梦见了他，是时间被定格了，还是我的记忆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方式？现在想来可笑，我们2个真是怪物，如果可以离开就好了。2011年5月3日，水冲下来，把整个屋子灌满了，在水里我没法呼吸，又有人在旁边提醒我快吸一口气，又他妈玩老子。之后楼主还翻出一张前任房主写过的菜单蒜泥土豆、红豆饭、牛肉洋葱、蒜泥切条，可以看他是一个人过年的，做饭给自己吃，非常孤独。客厅和书房整理好之后，楼主准备到卧室休息，经过走廊时突然听见了清脆的咳嗽声，他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回头，僵直地走到卧室，突然看见梳妆台镜子里的自己，五官模糊。楼主万分害怕，跑到床上，钻进被窝，不敢出来，给朋友打电话求安慰。这是楼主拍下的他家中的照片。他说走廊尽头每次看去都像有个人在站着，不论白天还是夜晚，这个屋子没有一刻是正常的。害怕之下，楼主决定在房屋中介那里挂上卖房和合租双管齐下，要么赶紧把房子卖掉，要么招个女室友来合租。可没想到，这才是一切噩梦的开始。楼主说，很快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联系上了我，要和我合租。来看房之后，当晚女孩就决定入住。楼主非常高兴，觉得终于有人陪自己。楼主睡在主卧，新室友睡在走廊尽头对面的客卧。当晚楼主特别还下厨做了晚餐，叫他来一起吃，可他说不要吃饭。令楼主出乎意料的不是他的拒绝，而是他拒绝的语气很生硬，让楼主听着不舒服，至少可以判断他是个没有礼貌的人，难以亲近的人。但无论如何，有人陪自己住了，胆子壮了不少。之后3天，屋子里没有发生什么。没想到室友搬进来的第4天，楼主下班回家，在客厅放下手上的东西，来到自己的卧室前，打开门，一瞬间给楼主吓了一大跳。楼主走前把窗帘全都打开了，应该很亮的，没想到屋里黑压压一片。打开灯，楼主发现自己被窝鼓鼓的，有人。掀开被子，发现室友竟然在里面躺着。楼主很生气，楼主说他的气色很差，脸色铁青，黑眼圈很重。我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害怕他。楼主质疑，
你为什么睡在我的房间？室友说啊，对不起，我走错了。楼主生气地拉开窗帘说，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我的床吗？室友说，我喝酒了，迷迷糊糊就走错了。楼主好奇地问，你是做啥工作的？白天不用上班吗？室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起身离开房间。当晚楼主睡着后，半夜突然胃疼，疼醒了。这时凌晨3点，楼主听到洗手间里还有淋浴的声音，心想这室友有毛病吧？怎么大半夜洗澡？楼主想吐，实在受不了了，就推开了卫生间的门，结果发现里面一片漆黑，没开灯，而且根本没有人，淋浴也是关着的。楼主懵了，刚才是幻听了吗？不对，镜子上面明明都是雾气。摸了摸淋浴头，上面不仅是湿的，而且还是热热的，肯定是有人刚刚洗澡来。楼主整个人头皮发麻，如果今晚不问个究竟，他无法睡下。他吐完之后来到室友的房间，推开门，楼主傻眼了，打开灯，发现房间里根本没人，这女的根本不在家。楼主睡意全消，胃也不疼了，抄起大衣，穿着睡裤跑出家门，拦了一辆出租车。楼主的爸妈住在 S 城，距离这里1个小时的路程。楼主央求司机给他送回家。凌晨5点，楼主回到父母的家中。妈妈给楼主开门之后很惊讶，楼主哭腔着说，妈妈，我家闹鬼了，我害怕就回来。没想到妈妈见到我的外套，淡淡的说，你交男朋友了？楼主说，这不是我的大衣。随后将这个不知哪儿来的咖啡色风衣扔到一边。楼主有些崩溃了，当时太害怕了，根本没在意这件衣服。妈妈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楼主，你是不是出了别的事情？交男朋友就告诉我嘛，有什么事情不要瞒着，更不要说假话糊弄我。楼主说，妈，我真的没骗你。妈妈要来了我室友的电话，准备打过去问个究竟，可抓起那件男士风衣看了下，又放下了电话，决定白天陪楼主亲自回去看看。天一亮，母亲就陪着楼主回到了家中。一开门，楼主又闻到了那股檀香味儿，不对啊，自己开窗透气好几天了，就是为了散去前任房主的烧香味儿，怎么这味道又出现了？妈妈走到了我室友房门前，敲开了门。敲开后，发现室友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妈妈疑惑地看了看楼主，为了弄清到底怎么回事，她走到床边，用手摇醒了我室友，问道：“这衣服是你的吗？”室友说：“不是啊。”楼主忍不住插话问道：“你晚上不是不在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想到室友说：“没有啊。”我一直在睡觉啊。正当楼主要继续追问时，妈妈把他拽走了，厉声问道：“你这几天老说恶心，是不是背着我们怀孕了？”随后硬拉着楼主去了医院。到医院一番检查，确定楼主没有怀孕。楼主觉得母亲不相信自己，吵了一架，把母亲给赶走。随后母亲回了家，临走时还撂下一句：“不行就辞职吧，回 S 城。”送走母亲后，楼主用一句老话安慰自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气鼓鼓的决定回去找室友问个究竟。回家后见到室友，楼主开门见山：“你是不是半夜洗澡了，然后突然离开了家？”“没有。”“那男士风衣是不是你的？你还带了人回来？”“如果是我会承认。”说话间，楼主余光一瞥，忽然发现室友的阳台上居然烧着香，瞬间楼主感到不妙，他对面前这个姑娘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什么都没说就退出了房间。离开前在房间门口拍了一张照片，感觉阴森森的。楼主开始瞎想，一个20多岁的女孩为什么会烧香？难不成她是鬼吗？鬼才会吃香火。最后楼主请了半天假，登门拜访了之前那位大师，和大师讲了这个诡异的合租室友以及近来的一些诡异遭遇。大师却说，这是你的心理问题，住着不舒服就搬吧，不要再坚持住了，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了。回去的路上，楼主决定先对这个诡异的室友下逐客令，让他离开。到家后，楼主再次找到室友，并对他说：“最近出现了很多状况，咱们聊一聊吧。”室友说：“好。”楼主说：“其实啊，我找人合租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房子很恐怖，买下来也很后悔，但是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转手卖掉不容易，所以想找个人先合租。当初我觉得有个人和我在一起不会那么害怕。”室友淡淡的说：“然后呢？”楼主硬着头皮说：“可是从你搬进来后，我的恐惧比以前更多。你不觉得这房子很阴森吗？”室友说：“是啊，好阴森啊，晚上说话都有回音。”听了这话，楼主心里有点发毛。室友晚上从来不说话的，谈何回音？难不成他在跟灵界对话，还是把陌生人带进了家？楼主咬了咬牙，对他说：“我把房租退给你，再给你一部分补偿，你搬走吧。”室友有些不高兴了：“我为什么要搬走？我影响你什么了吗？”楼主继续说：“昨天晚上你洗澡了，你后来不在家，可为什么早上我和我妈问你的时候，你要说谎说自己一直在家？”室友叹了一口气：“哎，你胡说什么呀？早上我们说话了吗？”楼主说：“我妈妈还问你话呢，你忘了？”没想到室友说：“你妈妈？我没见过呀，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楼主此时脑子乱作一团，胃也开始隐隐作痛，强忍着说：“哎，好吧，无论如何，请你离开吧。”室友说：“好，明天我就收拾东西。”回到房间后，楼主越想越不对，没见过我妈妈，他这不是睁眼说瞎话。此时楼主抄起电话给母亲打过去：“妈妈，对不起，我想好了，辞职。
回家跟你们住。没想到电话那头母亲竟然问道：为什么要辞职回家？你不想干了吗？楼主疑惑地说：妈，你不是说让我辞职回家吗？没曾想母亲那头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否定了楼主那天凌晨跑回家的事情。楼主傻眼了，挂掉电话后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自己那天凌晨打车回家，见到母亲，和母亲到了住所，母亲又质问了室友，又带自己去医院查怀孕，这都是清清楚楚的事情，怎么母亲和室友都不承认了？楼主查了那天的通话记录，确实存在，而且钱包里少了150块，是那天给出租司机打车的打车费，也没错呀。楼主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当中，觉得母亲、室友、外卖员、微信附近的人，甚至说这里没事的大师，都在合伙骗自己。难道自己误入了阴间而不自知吗？我该求助谁呢？楼主突然想到隔壁邻居那个帅哥，于是啥也不顾了，敲开了隔壁的门。这一开门，楼主万分后悔。开门后，楼主瞬间闻到隔壁帅哥家的房间里满是香火的味道，和我家一样。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干嘛在家烧香？他说：有事吗？恐惧之下，楼主敷衍地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撒腿就跑回了家中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身体开始浑身不适，疼得在床上打滚。此时床凹陷进去了一部分，搬起床板，居然在下面看到2个笔记本。太晚了，害怕，楼主决定明天再看。第二天，楼主去上班，把笔记本带着。楼主在班上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卖给他这栋房子的前房主。听到对方的身份，楼主脑瓜子嗡嗡作响。房主问：您房子都清理了吗？楼主说：我清理了一部分。装修了吗？还没。你有什么事儿吗？没想到对方说：我想把这套房子买回来，我愿意多给您3万。楼主觉得脑容量不够了，说：我考虑一下吧。下午，楼主上班时偷偷摸鱼，把昨晚发现的那2个笔记本拿出来看，一边看一边莫名的难过，不是因为内容，就是莫名的想流眼泪。日记年代久远，记录一些平淡的生活，只是当读到第2本时，看见日记主人说自己病了，说自己活不了几天了，这是给自己去世前最后的一些话。楼主说，读到他生病的症状时，不知道是自己多疑还是怎么样，他提到头痛、头晕、胃痛，似乎和我搬入这间房子后的症状十分相似。楼主心想，这房子定有问题，已经害死一个住户，既然房主要回购，就赶紧快卖吧。楼主还和同事提及此事，同事认为房主肯定是得到了什么要拆迁的消息，后悔卖给你。楼主却说无所谓了，宁可损失一些，也要赶紧把房子卖了，把钱换回来，彻底逃离。晚上下班回家，楼主情志冲。煎熬漫长的等待，妈妈终于来了。楼主赶忙跑下楼，发现妈妈带着舅舅还有几个力工，顿时就不害怕了。妈妈说：先收拾东西，下午让舅舅办手续去，因为舅舅是房产局的，所以比较方便。搬家时，室友还在房间里关着门，楼主不想招惹他，就没跟他打招呼。晚上，楼主和妈妈几经折腾，终于搬回了自己家。楼主松了一大口气，终于摆脱了那个恐怖的房子。此时，楼主还有一个多天来最大的疑问，便问妈妈：妈，我求你实实在在告诉我，有一天半夜我回家，你真的不记得了吗？你还跟我一块回到那个房子里，你还把我室友叫醒质问来着，你怎么会说没有这回事儿？妈妈没接话，说房子的事情办好了，多亏你舅舅在。对了，我们没多收他的补偿，我们不占别人家的便宜。楼主说：妈妈，我们不谈别人1分钱，但您能正面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那天你回来了，我也和你去了，还见了你的室友，但你再次问我的时候，我在电话里说谎。楼主不理解地追问：你为啥说谎？没想到妈妈说：那天我去你家，推门叫醒你的室友，抓住他的胳膊给他摇起来，你还记得吗？楼主说：我当然记得。妈妈长叹一口气说：我抓住他胳膊的时候浑身不自在，他的手臂冰凉，就像我握住一个冰块一样，冷得让我掌心刺痛。楼主问：妈妈，你的意思是？妈妈说：他不是人。楼主顿时哭了出来。妈妈，我害怕。妈妈摸着楼主的头说：我之所以不说，故作镇定，是害怕惊扰了他。此时楼主说：对了，他租房时还给了我身份证复印件呢，咱们看一看。妈妈说：别找了，也别看了，都过去了。之后楼主又跟妈妈提到了那些诡异的日记本，到底是房主的还是房主之前的房主的？写日记的人真的已经死了。妈妈说：别再想这些了，咱们得走出来。之后的一天，妈妈带楼主最后一次拜访大师。大师看着楼主的瞳孔，和楼主对望了好久，说：孩子，有些在人和鬼之间的地带发生了一些事情，都在你的眼睛里，以后你就不要多想了，会好起来的。楼主问大师：我究竟怎么了？大师说：你眼睛里有一个可怜的男人，他浑浑噩噩10几年，终于想重新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梦魇成
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他无法离开之前生活的地方。大师没有说破，但楼主好像懂了。房主也许就是那个亲人纷纷去世的男人。卖房之后，他发现自己早已习惯阴沉，早已习惯家中随处可见的灵异现象。在他的世界里，那样才是他的生活。而我们习惯阳光了，所以才会恐惧。其实两个恐惧都没有好或不好，不要轻易的好奇踏界。完。故事讲完了。老实说，当年天涯论坛鼎盛的时候，这种好帖子太多了，可惜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些故事都是网友抢救性挖掘出的，当年很多图片能保留也十分不易。终于讲完了，谢谢大家，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件怪事，是我的一位粉丝老哥的投稿，并附上了家中的监控画面。前不久这位老哥自己在侧卧睡觉，每隔不到1小时，床头柜就会出现一记沉闷的敲击闷响。到了4点多的时候最后一次被吵醒，他发现自己流鼻血了，去卫生间洗鼻血，洗完之后他也清醒了，他就在床上坐着等着，想听清楚这个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过了10分钟左右，他发现卧室好好的门自己打开了，在他的面前慢慢打开，大概开启了15公分左右，就是那种平时门没关好的状态。然后他说，从这天开始，每到晚上10点半以后，客厅里都会有异常的响动。有一次，甚至自家孩子的玩具话筒自己启动了，发出了乱七八糟的声音。直到9月1日晚上，这位老哥发现自己年幼的女儿睡觉睡到一半，突然惊醒。随后大家看画面中，他被人莫名其妙地向床下拉去。老哥回头查询完监控之后，顿觉头皮发麻。问过身旁的爱人，爱人说当时自己的脚底板就有被指甲划过的感觉。这位当事人老哥说，在监控中听到了一个老女人的声音，说这床也太滑了，而且似乎是重庆方言说的。我带大家来一起听一下。就是这个声音，老哥说不是他们一家3口发出的，不知道哪里出现的。这位老哥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人来给他各种解释。其中这位说的最深，说你们家里有2个鬼，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老太太站在化妆桌上面，小孩在你家的床上爬什么的。还有一些人像骗子，让当事人先转一些香火钱过去。之前我的一些向我投稿有这种遭遇的粉丝朋友就经历过有好多人被这些所谓的民间高人骗过钱，还有好多甚至是收了钱，不是线下上你家帮你做什么驱鬼，而是直接让你微信转账，然后说我在那边庙里找人给你做过法事了，你家这边没事了，直接远程赛博驱鬼。这些基本上都是骗子，所以我也赶紧告诉这位老哥别转钱。然后9月4号，这位老哥的夫人继续发文说，昨夜12点，我的肩膀处感觉被人捏了几下，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后来又听到有人在抓床上的凉席，用手指划凉席那种声音。后来女儿那边又有了异动。第2天他去翻监控，发现女儿还是出现了，大家看，这是新的那一次视频，出现了疑似被人拖动的迹象。当事人夫妇对这些事情非常恐惧，他们也去求了一些符，烧了一些香，见了一些所谓的高人，也是花了一些钱具体的情况我没问。总之他们非常害怕。截至今天9月11号，当事人跟我说家里的事情慢慢好起来了，暂时没有再发生什么。不过许多网友仔细观看了他的2段这个监控视频之后认为孩子睡觉的时候被人拖动有可能是他家床上有老鼠。因为家庭监控的画质比较渣，只看见了一个疑似黑影的东西，就是孩子腿动之前，大家说有疑似黑影的东西在床上出现，于是很多人猜测是老鼠。只不过孩子这个腿下意识的移动，看起来像是被东西拖拽了，所以才会显得这么恐怖。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监控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最后还有一段祝福的话要念。
这位朋友说：“你好，邓肯，我们是湖南省衡阳市8中602班。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自分班以来，由于物化症这个组合，就特别喜欢看真实的案件或者是恐怖的事件，因此特别喜欢您，每天德育20分钟都会准时收看你的视频。”谢谢各位同学，我们老师也特别鼓励啊，就因为开学典礼将至，高考也快来临，我们快看不了您的视频了。我希望您能拍个视频祝福我们，求求了。好，大家好，我是邓肯，我祝湖南省衡阳市8中602班的所有同学们都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祝你们永远不死啊！祝大家幸福快乐，好好成长。许多人都经历过一种超自然现象，就是梦中梦到的某个片段可能是一个场景，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真的在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月后的某一刻出现了。正常来说，梦中的东西只不过是大脑中的思维活动而已，怎么会和现实世界相勾连呢？然而在2017年，美国一位推特博主亚当·爱丽丝发文求助称：“我的公寓现在正在被一个死去的孩子的鬼魂纠缠着，他想杀了我。”2017年8月7日晚，家住纽约的漫画家亚当工作完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但只有那漆黑的夜色仿佛预示着今晚的与众不同。沉沉睡下后，亚当浑身难受，动弹不得，鬼压床了。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亚当的面前，他的头好像被重物狠狠地砸下去瘪了一样，他的身体小小矮矮的，蜷缩在卧室的绿色摇椅上，静静地盯着亚当，一言不发。看到这张孩子恐怖的脸，亚当瞬间惊醒，喘着粗气，盯着屋内空无一物的绿色摇椅。醒来后，亚当凭记忆画出了男孩的模样，正如现在图中大家看到的这样，只是一个噩梦而已。亚当并没有当回事儿。没想到第二天晚上睡下之后，亚当梦到自己出现在一家图书馆里，面前一个小女孩。女孩对亚当说：“你见过她了吧？我知道你已经见到她了。如果你称呼她 Dear David， 亲爱的大卫，你就可以问她2个问题，但千万记住，只能问2个问题。他会杀死问他第3个问题的。”小女孩说完就走了。过了不久，大卫又出现在亚当的面前，依然是家中那个绿色的摇椅上，紧紧地盯着亚当。亚当此刻非常害怕，忍不住好奇地问：“亲爱的大卫，你是怎么死的？”大卫开口说道：“被砸死的。”亚当壮着胆子继续地问：“亲爱的大卫，发生了什么？”大卫说：“在超市，货架倒下，砸死了我。”此刻恐惧的亚当早已把小女孩的警告抛之脑后，紧接着问道：“那到底是谁推的货架？”第3个问题一出口，大卫不说话，整个房间死一样的寂静。这时亚当恍然大悟，自己问第3个问题，紧张地望向大卫，这是梦醒了，依然是空荡荡的房间，空荡荡的绿色摇椅。白天，好奇的亚当在网上查询了一下有没有和超市货架的事故以及叫大卫的男孩相关的信息，发现根本没有。几天后，大卫搬家了，搬到了原来住处的楼上，这里的空间更大一些。随后的2个月，新家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亚当也逐渐把大卫的事儿放在脑后，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更加诡异的事情即将在新家中发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天来，每到午夜时分，亚当家的2只猫就会聚到门口，嘴里似乎还发出低吼声。察觉异样后，亚当轻手轻脚来到门口，用手机向猫眼外拍照。我们看，这是亚当当时拍摄的2张猫眼外照片。他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动，而猫咪依旧好奇地望着门缝。随后的几天，亚当在吃瓜网友的建议下下载了一个睡眠监测 APP， 还买了什么海盐、鼠尾草、驱魔石之类的西方的驱鬼物品。但似乎没有卵用，而猫猫们每到午夜依然对着门口乱叫。1周后，在网友的建议下，亚当买了一个拍立得相机，这玩意儿在很多恐怖片中都是拍鬼神器。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亚当用相机拍摄了客厅和卧室，照片都很正常，可打开家门拍摄门外走廊时，却发现照片里一片漆黑，什么都显示不出来。试了很多次，依然如此。他特地拍摄了一张用手挡住镜头的照片，我们看左边这张是用手遮挡镜头的，右边这张是正常拍摄的照片。随后，亚当把镜头拉远，拍摄全景。更为离奇的一幕出现了，家中其他布景都正常在照片中显示，只有这个门外是一片漆黑。而且你用正常手机拍摄没有问题，并不黑，只有用拍立得的时候，门外才是一片漆黑。越想越可怕，难道猫咪晚上对着门外乱叫不是巧合？难道现实世界出现了 bug？ 难道我们活在育碧的游戏里？随后有网友将这张照片放大、曝光、调色一系列操作，居然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头部凹陷的一块黑影，那会是大卫吗？
几天后，更加可怕的事情出现了。梦中，亚当被大卫拖拽着走过一家废弃的仓库。尽管对方是个孩子，但他无法反抗。醒来后，大卫发现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处淤痕。但大卫想，也许是自己之前胳膊受伤才导致的这个梦。起床后，下楼去咖啡厅吃早餐。大卫发现家楼下一个废弃多年的仓库，今天突然门敞开了，里面还有一把绿色的椅子。是巧合吗？是我多心了吗？又过了几天，大卫发现猫咪们对着门外吼叫的时间越来越提前，以前是12点以后吼，现在10点就开始叫，频率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一个未知号码开始频繁地在深夜给他打电话。一开始亚当觉得是推销员，就没理会，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好奇地接了，可一接他就后悔。亚当说电话那边微弱的呼吸声，后来是一个孩子轻声说 Hello。那一刻，亚当仿佛被电流击穿了全身，毛骨悚然，汗毛倒竖，冷汗直流。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天气热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唱得不错啊，以后别唱了。经过1个月的折磨，亚当决定月底去往日本待几个礼拜。临行前，他在家中安装了宠物监测装置，只要家中有物体移动，手机就会收到提示。而摄像头在之后的几天拍到了许多可怕的场景。先是那把绿色的躺椅居然自己晃动了起来，之后墙上的装饰品是一个龟壳，自己掉落了下来。几天后，大卫还发现自家的猫猫会无缘无故的在家中闪躲。随后，茶几上一个绿色的瓶子自己移动了位置。还有一天，亚当准备进屋睡觉，可他刚一走进屋里，客厅的架子上一个东西掉了下来，这让他非常疑惑。之后，亚当润去了日本。这段时间，他发文的频率变低。10月3日，亚当再次出现。他在日本的最后一天，于札幌的一个公园内看到了这尊雕像。他不知道这尊雕像有何寓意，但总觉得上面的小孩，这残缺的头颅就像是梦里的大卫。这又是巧合吗？之后回到纽约。回家后的一段日子，偶尔家中电灯频闪，天花板偶尔也有奇怪的声音，以及亚当觉得猫眼外有人看自己但都没啥大事。可10月27日晚上，大卫出现了。这晚，亚当路过窗边，感觉有人在看自己，他随手拍下这张照片发到网上。有网友经过调色后，真的看到了一个孩子在窗边紧紧地盯着他看。大卫他还是来了。11月6号这晚，大卫再次在亚当的梦中出现。亚当发现自己没有鬼压床，于是他在梦里抄起手机对着大卫一通拍摄。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亚当发现梦里拍摄的这些照片真的出现在了手机相册里。他立刻上传照片，关心此事的网友和亚当一样，看到了所谓大卫的样子。他真的是鬼吗？随后的一段日子，亚当决定主动出击。他从经常传来声音的天花板处入手，拿棍子捅来捅去，在天花板上面发现了一个儿童用的小鞋，这会是大卫的吗？之后的2个星期，亚当没有更新，直到12月13号，亚当发了一组照片。这段时间，亚当下载了一个 APP， 每隔60秒，手机会自动拍摄一张照片。他在睡觉时把镜头对准自己。前几天一切正常，可12月12号这天晚上，手机拍下了可怕的一幕。亚当发现大卫走到了自己的床前，紧紧地盯着自己。我们看，更为可怕的是，下一秒，大卫好像发现了手机正在拍自己，他来到镜头前，微微移动了手机的位置。这一幕，手机恰巧拍摄到了大卫的头部。18年初，亚当回到蒙大拿的老家休息，洗澡时总觉得屋外有人看自己。第二天一早，发现家附近有些奇奇怪怪的脚印。转过头又回到纽约，一晚，亚当梦见大卫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砸到自己的胸口。醒来后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大卫趴在自己的胸口上。之后的日子，亚当发了一些生活照有网友分析认为，亚当身上出现了大卫的迹象，是不是二人快要融为一体了？我看大伙儿追了几个月了，是有点魔怔。后来的一段时间，亚当更新的都是一些生活照，慢慢的对大卫以及一些灵异事件不再提起。好，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强行科学时间。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个亚当爱丽丝这个事儿自导自演的可能性更大。过去几年，全世界许多网友也对他的这些照片、视频进行了一些深扒。
当然了，亚当本人至今都没有承认这起事件是伪造的。面对人们的质疑，亚当回复说：“我从来没有兴趣去说服任何人相信我的故事是真实的，我只想讲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如果这件事是假的，我完全可以继续每隔几周更新一次。”2018年传来消息，大卫的故事即将搬上荧幕，这个故事的版权被买走了。我来给大家简单列举一下全世界网友质疑此事的几个点。首先，有网友逐帧分析亚当的图片、视频，发现那个自动掉落的龟壳几次在画面中位置有细微的变化，应当是做了手脚。还有这两张照片，我们看左边是正常的用手机拍的，右边呢拍不到走廊，是用拍立得拍的。如果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右边这个全黑的是亚当造假，他是把走廊的灯关闭后拍摄，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请仔细看左边这张正常照片，门框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装饰品，装饰品下有一个影子的存在，说明后面也就是走廊有光源存在。而拍立得拍的这一张不正常的照片，我们看门框上的影子不见了。国外还有好多技术帝通过 PS 技术还原了亚当 P 图造假的过程。还有人说亚当曾经发过一张大卫的照片穿帮了，所谓的大卫不过是一个木偶而已。亚当发现问题后，很快删除了那张穿帮的照片。至于猫咪为何对门有反应，我觉得呀，可能是亚当在门外面用什么东西逗猫吧。事实上，猫咪这种动物虽然高冷，但是也可以通过训练养成习惯。就拿月月举例，月月每次犯错误的时候，我都会发出的声音，然后吓唬他，告诉他这件事儿不能做。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习惯，以至于月月啥坏事都没干，听见就吓跑了。我们这里要委屈月月给大家表演一下。月月能听懂人呲牙，吓唬你们，别害怕，别害怕。哎呦，跑了。一位粉丝小姐姐，她是一位刚进医院实习的护士。她跟我说，有一次早上去医院给患者抽血，抽完血我去门诊楼化验室送血，送完血回来的路上，路过3楼楼道，突然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大夫，病理科在哪儿？”当事人没有回头，因为自己是护士不是医生，回头会比较尴尬，也急着去干活，就没有理对方。然后当事人就听见对方跟在自己身后一直走着，病理科就在走廊尽头。当事人心想，那就让他跟着我吧，等走到病理科门口，我回头给他指一下不就行了。没想到走啊走，这个声音一直在身后跟着，走到病理科门口，当事人一回头，发现身后那个人不见了，刚刚的脚步声也瞬间消失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刚刚那个脚步声就在我身后，非常清楚，怎么可能瞬间人没了呢？然后当事人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进电梯。走进电梯后他按了自己要去的9楼。当时面板上只有去往5楼的按钮亮着。门关后当事人继续低头刷手机。此时用余光看见电梯里一左一右还有2个人，一个是女人，穿着红色衣服，另一个记不清了。显然这2个人是去5楼的，因为只有5楼和我的9楼亮着。不一会儿，叮一声，电梯门开了。楼主用余光看见这2个人下去了，他没有抬头，继续刷手机。电梯门自己关上了，随后叮开门。当事人以为自己的9楼到了，没想到一开门居然是5楼。说到医院前几天不是住院了吗？刚刚出院就想和家人出去玩。因为跟家人出去玩能方便点，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当事人恍然大悟，不对，刚刚电梯到的不是5楼吗？那2个人下去了。可如果现在是5楼，那刚刚那2个人去哪儿了？那天早上在医院里接连碰见这2件怪事，他至今也想不通。接下来是一位叫申童的粉丝朋友投稿的一件自家发生的离奇恐怖遭遇。当事人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房子是我姨妈家的。那个时候我家没房子条件比较差，一家3口租房住。后来姨妈得病去世了，姨爸想把房子卖了去外地发展，经过家庭协商，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我们家。120平的房子只卖给我们4万块。第一眼看他这句话我心想，嚯呀，你当时人家够有钱的4万块1平，那120平的房子这一下就得掏400多万，真有钱。后来我才看懂了他的意思是这120平的大房子一共才卖给他们家4万块，那真便宜。当事人说，听妈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旁听到
姨妈生前经常在家里说遭遇什么怪事儿。但那个时候啊，我只有5、6年级，没太记得住。说回姨妈去世这件事儿，在姨妈入土之前啊，我们这边有个习俗，就是入土之前啊，家人要守几天。姨妈的棺材啊，当时就放在家里的次卧这里，然后才入的土。后来我们家买下了姨妈家的房子后，我们就入住了。当事人说，入住的头几天啊，那段时间爸爸工作忙，经常住单位宿舍，我呢在学校住，也基本没回家，只有妈妈一个人先搬了进来。没想到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怪事，妈妈经常感到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时，有个人在背对背靠着自己睡。随后啊，就是发烧之类的。后来我们一家3口都住了进来。刚开始啊还挺好的，有了自己的房子了，一家都其乐融融的。爸妈住了主卧，当事人啊住了这个小房间，次卧就一直还空着。当事人说，我半夜经常透过小房间的窗户看见有黑影飘来飘去，不知道是否是错觉。我的小房间正对着外面的马路，马路外面有一棵老树，可能是树叶随风摇曳的错觉。但是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了，一到半夜我就心慌的睡不着，用被子盖住头才能睡。直到有一天我受不了了，跟父亲讲了这件事儿，然后父母就让我搬进了次卧。可是更加灵异的事情发生，从我睡进次卧的第一天起，每天晚上9、10点钟左右就会准时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好像是小石子在敲打墙壁发出的。我认为可能是楼上楼下左右的邻居敲什么东西，可随后我就头昏脑胀，天旋地转，想叫爸妈却喊不出声，然后啊勉强用手摸床头的步步高学习机，把学习机打到了地上，发出了声音，才吸引了爸妈的注意。爸妈进来后发现我病了，测了一下发现40度。当事人把怪异的事情都告诉了爸妈，妈妈说咱这房子呀好像真有点问题。但是爸爸不信这些，为了证明家里有问题啊，随后妈妈住进了次卧。不出意外的，妈妈也发烧了，她也听到了咚咚咚的声音。后来爸爸还是不信，就去问了上下左右的邻居们，说我们素质啊，大半夜的敲是我们敲啊。可是邻居们都说晚上绝对没有敲东西。爸爸依旧不信邪，他主动住进了次卧。不出意外，爸爸也发烧了。再往后，我们一家3口的精神状态就差了很多。有一次啊，在路边玩的时候，当事人说听旁边下棋的大爷跟其他人闲聊，说啊嚼舌头，说我们家那个房子呀刚死过人，还又搬进了一家人，还说什么我们家那个房子啊是鬼门关的开关口子。给当事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毛骨悚然。之后的日子啊，咚咚咚的声音还在响，之前是晚上响。有一次白天，当事人在次卧里玩游戏王的卡牌，突然那个声音也出现了。此时他心慌的不行，又是天旋地转的从次卧走到门口。他感觉这一小段路他走了很久很久，跑出房子后缓了很久都不敢进家门，在外面一直待到天黑，等爸妈回来了才敢跟爸妈的身后进家。后来有一天啊，他跟学校的小伙伴讲了这个事儿，小伙伴不信邪，于是小伙伴说咱俩哪天租个电影《回魂夜》的碟子去你家看看你家有没有鬼。说干就干，当事人和小伙伴当晚就到了主卧的床上，用 DVD 看起了电影《回魂夜》。差不多到了凌晨2点左右，声音出现，咚咚咚咚。刚开始啊声音比较小，小伙伴没有听到，随后他这个声音变大了，小伙伴也听到，他俩立刻跑了出去。此时他俩毛骨悚然地站在门外，房间里的电视还在播放着《回魂夜》，而隔壁咚咚咚的声音依旧在响。当事人天旋地转，就像被石化了一样，有一种梦里那种虚无的感觉。他喘着粗气想往外走，等缓过神来一抬眼，发现这小伙伴好嘛溜之大吉，开门回自己家了。他心里啊把对方骂了100遍。从此以后，家里的次卧跟小房间就都不住人了。他们一家3口啊都挤在主卧睡。再之后啊，无奈之下，当事人说他们家把这个房子又转手卖掉，再次回到了租房住的状态。当事人的亲戚家也在这个小区住，他每次啊探亲戚啊都会路过这个房子，远远的看着阳台。他第一次去探亲啊，看见阳台挂着衣服；第2次去探亲啊，看见阳台加装了防盗网。他觉得不会是住户也遇到问题了吧，还是说遇见小偷了，居然装了防盗网。第3次去探亲，他发现这个防盗网没了，空调外机也不见了，空荡荡的，显然已经没人住了。后来又几次路过啊，他发现确实荒废掉了，就一直这个房子没人住了。过了很多年啊，当事人早就去外地生活了。他说每次他回老家还会特意去那个房子那里看一眼，发现房子拆迁了，可是每次当他向那个方向凝望，都还能感受到一种寒意。
就好像在凝望着深渊一样。最后当事人补充说，这个事情的时间是2003年、04年左右，地点在湖北黄石。还有当年他那位姨妈呀，是在家里的厕所里上厕所的时候脑溢血突发去世的。最后当事人给我们拍的这张照片这个房子早就拆迁推平了。当年的原址就在画面中这个路灯和这棵树的后面，好在一切早已经过去了。